红底招牌大大的黄色 M 号哦，这是一个连3岁小孩都知道的麦当劳，已经红了至少70年。但你知道它的主要收入其实不是来自于餐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麦当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已经开业28年的垦丁麦当劳宣布熄灯，很多人都大叹哦，麦当劳是时代的眼泪，正在消失的青春回忆。但其实麦当劳依然在稳定的成长中，在10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总共有4万多家的餐厅，在去年超越了 Subway， 成为全球速食业的龙头。不过，你知道麦当劳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卖汉堡吗？它靠着房地产致富，还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经销商，甚至就连老板的名字里面呢，也都没有麦当劳。这是什么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的笑话啦？到底麦当劳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它历久不衰？它又是如何崛起并成为跨国速食业龙头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玩射击游戏吗？还是对世界大战的战舰充满兴趣呢？我们团队最近玩了一款射击游戏《战舰世界》，玩家可以在广阔的大海上面选择喜欢的战舰，和 AI 或是其他玩家来一场激烈的战斗。除了有机会指挥600艘经典的历史战舰射击时的爆炸场面，或者能用华丽来形容。最重要的是，这个游戏不止免费哦，新玩家加入还有大礼包可以拿，让我们这样的新手一开始就比较能够快速的升级，不用担心跟不上其他玩家。而且现在只要用大礼包当中的2艘战舰作战胜利之后，上传比我们团队成绩还要高的截图，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 Food Panda 加菜金哦。现在就马上打开资讯栏，按下专属链接，输入邀请码 BOOM 获得新手大礼包吧。虽然刚刚说麦当劳的老板不叫麦当劳，但其实最早还是要从一对名字叫做理查麦当劳以及莫里斯麦当劳2兄弟开始说起。这对麦当劳兄弟呢，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家庭当中，虽然年纪相差7岁，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在50岁前赚到100万美元。他们想来想去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快又最没有门槛的方法就是自己开店，所以在赛马场附近开了一间热狗摊。1940年，麦当劳兄弟观察到，因为美国的地大物博，公路多，餐厅少，再加上有汽车的人，他们连下车都懒，在车上点餐，拿到餐点后在车上吃的汽车餐厅非常受到欢迎。所以他们决定要跟上这股潮流，在加州的圣伯纳迪诺市开了第一家麦当劳。这间麦当劳的名字呢，就是 McDonald's Barbecue， 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主打烧烤食物的餐厅。不过因为烧烤通常都要等，再加上品项太多，不止服务生要来回询问餐点，就连客人跟客人之间也要再三的确认品项，导致客人大排长龙收益却没有想象中的高。这些懒得下车的客人当然连等都懒了，很多等不了的人呢，车子开了就走了。麦当劳兄弟心想，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更快速的服务，生意可能会更好。1948年，他们转型成一间素食餐厅，先是简化了菜单，只卖汉堡跟起司汉堡2种主餐。客人来点餐呢，员工只需要煎肉排就好。然后也改善出餐的 SOP， 在离峰时间先炸薯条，再利用红外线加热灯保温，确保出餐的快速，客人也能够拿到热腾腾的餐点。那因为流程简单、速度快，成本也下降了不少，所以他们能够给客户更加亲民的价格。一个汉堡呢，只需要15美分，薯条10美分，换算下来不到台币10元，还不用付小费，受到了很多民众的喜爱。此外，他们还决定不顾建筑师反对呢，在门口设立一个金色的 M 型拱门，让他们的店面在广阔的公路上面比对手更加的显眼。没有想到，就连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伊利诺州，也有人注意到了这间麦当劳。克洛克是一家多功能奶昔机的老板，在这之前呢，他只是个推销纸杯的业务，每周赚35美元，还得要去兼职演奏钢琴，才能够勉强赚到够维持家庭的开销。所以呢，到了中年呢，他毅然决然的拿出积蓄投资多功能奶昔机。那虽然生意还不错，但奇怪的是，全美国打电话来询问的人呢，都异口同声的说，他们想要加州麦当劳兄弟的那一台奶昔机。疑惑的克洛克呢，查了出货记录发现这些麦当劳位在沙漠当中的小镇，就有8台他们家的奶昔机。这一台机器一次可以做5杯奶昔，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需要一次做40杯奶昔？况且呢，这一台要价1500美元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克洛克决定亲自飞去加州一探究竟。没有想到呢，到了现场的人潮比他想象当中的还要多出好几倍。
克洛克呢在麦当劳外面观察很久，他发现麦当劳兄弟创造出来的标准速食流程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他甚至可以想象，全美国到处都有麦当劳，每家都配备8台奶昔机，每天转，把钱转进他的户头里面。所以克洛克跟麦当劳兄弟提说，只要他们授权他开麦当劳，未来呢就会付给他们营收的 0.5%， 而这就是所谓的特许经营。1955年，克洛克在芝加哥开了第一间自己的麦当劳，接着就努力的实现他全美国都有麦当劳的梦想。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拥有了228间的麦当劳，年营收高达了5600万美元。不过克洛克觉得还不够，1961年呢，他用了270万美元买下了麦当劳的所有权，并且积极的展店，让麦当劳开始走向了全球化。要知道麦当劳在全世界有多受欢迎，我们可以来谈谈它的大麦克汉堡。1967年，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当劳老板吉姆为了要跟汉堡王的华堡对抗，就创造出了这款双层纯牛肉、特酱料加蔬菜、西式洋葱蒸挂、芝麻面包盖子，我就爱大麦克。我就是爱大麦克。这款汉堡呢，不止分量大，还有特殊的酱料跟芝麻面包，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本来大麦克只是地区性的菜单，隔年呢就登上了全球菜单哦。再隔1年，大麦克的收入就占了麦当劳总销量的19%。甚至呢，1986年的《经济学人》杂志还发表了大麦克指数，因为全世界的麦当劳呢都有卖大麦克，那么它就可以用大麦克的价格当做是测量全球平均购买力的工具。不过大麦克虽然红到有自己的博物馆，但其实麦当劳的主要收入并不是靠食物。当年呢，克洛克虽然想要积极的展店，但也知道呢，餐厅容易受到淡旺季装潢设备等因素影响。为了要让收入稳定他决定不要自己开分店，授权给别人开就好。这样决策呢，导致全球的麦当劳有超过90%都是加盟的特许经营店。那至于好处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这份资料。2021年，麦当劳的年营收是232亿美元，其中直营店虽然赚了98亿，但扣除营业费用净利只有17亿。营业的利益率大概是 17.4%， 而特许经营店呢总收入是130亿美金，但成本只有 10.7亿，营业利益率高达了 80%。除此之外在特许经营店的收入当中，只有少部分是授权费，高达了 64% 的比例都是来自于租金。按照规定呢，想要加入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开店前要先付45000美元的加盟金，开店之后每个月还要缴4到5% 的营收当做授权费。最特别的是，他们还会规定加盟组呢只能够在麦当劳拥有的土地上面开店，就是呢要加盟主花钱跟他们租，而且授权的合约一次就是20年，这样子麦当劳呢就能够稳定收租20年。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比起速食业餐厅，麦当劳更像是一个房地产大亨。那除了这个头衔之外，麦当劳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经销商。为了拓展客群克洛克把脑筋动到了小孩身上，因为他观察到小孩往往是决定全家人要吃什么的重要角色。1965年，他们先打造出了吉祥物麦当劳叔叔，除了在餐厅门口放置雕像，还积极的打广告。从第一次电视广告算起麦当劳只花了6年就让高达 96% 的美国小朋友认识他，知名度只输圣诞老人。1979年，他们还推出了快乐儿童餐，将麦当劳的定位从快速便宜的餐厅拓展为全家人的餐厅。当时瓜地马拉的麦当劳老板呢，看到了很多父母买汉堡，但小孩只吃3口，激发了他推出小尺寸的汉堡、薯条、冰淇淋，组成罗纳德套餐。不仅让父母不用担心浪费他们也可以减少在点餐柜台犹豫的时间。这个点子呢，被当时麦当劳的广告主管鲍勃带回了美国，并用玩具取代冰淇淋向全世界推广。直到现在呢，麦当劳每年会在全球送出14亿个玩具，这个数字呢，也让他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玩具经销商。但尽管快乐儿童餐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它的餐点却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麦当劳过去就一直都有不健康的批评，2004年的纪录片《麦胖报告》更将这个质疑推向了高峰。影片当中呢，主角连续吃了30天的麦当劳，结果他不止体重上升11公斤，体脂呢增加了7%，甚至呢有忧郁症还有肝脏衰竭的迹象，引起了非常多人的恐慌跟不满。甚至还有人进一步的批评麦当劳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元凶，因为他们利用小孩子对于玩具的喜爱，吸引他们吃含糖高、营养低的餐点。后来麦当劳选择改变菜单，在餐点当中增加了像生菜无糖茶的选项，儿童餐呢也加入了白肉的麦克鸡块、麦香鱼，并且减少薯条的分量，用牛奶取代汽水，饼干换成新鲜水果片等等。跟5年前相比呢，儿童餐的热量少了 20%。而另外也有人认为麦当劳把营运的风险都推给别人，非常不道德。
在美国呢，就有特许营运店的老板抱怨说，他们要自掏腰包，配合总店改菜单啊、买设备、更新装潢，卖得好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卖不好呢，加盟主除了要自己认赔哦，授权金、租金都还要照缴，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不过，也有人认为呢，加盟麦当劳为的就是要蹭品牌的知名度，只要地点不太差，好好的努力，在美国开一间麦当劳，每年的店面收益平均有15万美元之外，老板的年薪还有10万8千美元，已经非常多了。记得我们刚刚提到麦当劳的老板名字里面没有麦当劳吗？这段故事我们仔细查了资料才发现哦，原来中间还有一段创始人的争议。在克洛克的自传以及台湾麦当劳的网页上面都提到，1955年第一间麦当劳由克洛克成立，但根据资料，其实早在1948年，麦当劳兄弟的餐厅就已经开始营业了。这件事情呢，让麦当劳兄弟非常不爽。虽然在卖出麦当劳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店改叫做 The Big M， 但他们强调，当初并没有谈到克洛克会成为创始人，不然他们会叫他继续去卖奶昔机。可是，如果问他们会不会后悔卖掉麦当劳，理查麦当劳却说不会，因为如果没有卖掉，我现在可能还在摩天大楼里面跟4个胃溃疡还有8个税务律师奋战，看看到底要付多少的所得税。从理查的回答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尽管创始人的名号被夺走，但他也同意麦当劳能够有今天的规模，克洛克的付出跟努力绝对功不可没。除此之外呢，关于餐点不健康的争议哦，也让我们想到了麦当劳的一款商品——一口咬麦麦鸡。那这是一个号称100% 非油炸，用蒸煮的方式加入蔬菜制作的低热量鸡块，听起来超健康，对吧？但没想到呢，上架之后却因为太过难吃，被很多人嫌弃。最后麦当劳呢，在2020年宣布了停售。我们认为麦当劳的确有很多不太健康的餐点，但要它完全健康，好像也不是我们对于麦当劳的期待。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一些快乐肥宅餐呢，来守护心灵的健康。不过还是要记得适量摄取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哦，你最喜欢吃麦当劳的什么餐点呢？ A 绝对是大麦克，历久不衰的经典。B 当然是麦克鸡块啊，糖醋酱是灵魂。C 我最爱麦当劳的炸鸡，香香脆脆的，想到都饿了。D 怎么可以忘记蛋卷冰淇淋？而且呢，一定要拿来沾薯条。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麦当劳。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汉堡大战以及 IKEA。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吉士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吉士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OK， 我们等一下就是走这种模式，被搞的模式。好，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吉士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